大家好，我是 Host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你今天带什么表呢？今天我来到高雄的知名表店名人钟表，要来跟大家分享 Seiko ProSpec 1965 Heritage 潜水表，型号 SPB 451、453以及455。今天要分享的这3只表款，有可能你一眼就认出来了。没错，就是拥有 Seiko 62 MAS 协同的潜水表，这是新的继任者。也就是说，那款让无数表迷们痴迷的经典潜水表，现在进化了。如果你本来就是62 MAS 系列的粉丝，今天的内容你一定会很有感。如果你是刚接触 Seiko 或是在考虑人生第一只潜水表，那么这3只改款之后的 ProSpec 也很值得你来认识。开始介绍手表之前，依照惯例邀请你订阅 Host 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让我们能一起认识更多值得细品的表款。也欢迎在留言区和我互动，分享你的想法。感谢你的支持。Seiko 的潜水表世界有多大？如果你是刚入坑潜水表的朋友，可能听过海龟、武士、Master 这些系列，但对老玩家来说，真正的经典往往还是得从1965年那只所谓62 MAS 说起。所以要介绍这3款手表之前，请容许我再强迫你们复习一下62 MAS 的系谱。1965年 Seiko 推出的第一款专业潜水表62 MAS 型号6217-8000。Seiko 潜水表的传奇序章就是从此开始的。它的设计在现今看来算是相当简洁，表壳锋利，肩部坚固，轮廓略微弯曲，是20世纪60年代的典型设计。而这只表的名称源自当时的行路上的标示 Seiko Mate Safe Data， 再加上它所搭载的6217A 机芯，因此被 Seiko 简称为62 MAS。自此之后 ，Seiko 潜水表便踏上了征途，开启了 Seiko 最为人知的一条直线。凭借实用的规格、可靠的防水性能与当时先进的设计语言，62 MAS 很快的成为了表迷心中的经典，并且在 Seiko 潜水表的历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然而，它不仅是 Seiko 第一款潜水表，而被视为现今 ProSpec 潜水表系列的起源，为后续数十年的潜水表定下了标准与方向。关键是到了2020年 ，Seiko 推出了 SPB 143，这可以说是对62 MAS 最成功的一次现代致敬。它的复古外形和当代性能达到了完美的平衡，不论在国内外的表迷人圈中掀起了不少热潮。很多人都说那是 Seiko 潜水表中 CP 值最高的选择之一，因此爱取称号的表迷们就依照推出的2020年，将这表款取了20 MAS 的称号。20 MAS 系列不断发展，涵盖了多种设计配色，但系列的核心是灰色盘面的 SPB 143。但在系列中，我最喜欢的是 XBDC 191，那是 Seiko 为棒球明星二刀流大谷翔平所打造的限量版。我认为它是 Seiko 这几年最棒的20 MAS。而今天要介绍的这3只表款，皆是所谓20 MAS 的重新设计。开始有人称它们为24 MAS， 意思是2024年推出的，承袭62 MAS 协同的再诠释版本。从设计逻辑来说，这一次并不是大改，而是小改进，包括表壳尺寸微调、防水性能升级、日期视窗位移、机芯升级到 6R55。简单说，它们就是 SPB 143的进化版，但不是革命。这种从好变得更好的修正，不会一下子变得太多，其实也蛮像 Seiko 的风格的。SPB 451是蓝色盘面， SPB 453带有黑色盘面，而 SPB 455比较特别一点，带有镀金色调，是为了庆祝 Seiko 制表100周年所推出的特别版，但是没有限量。这次在外观上看起来变化不大，但如果仔细看的话，可以发现其实每个细节都有所调整。我们先从表壳说起，整体外形延续了62 MAS 的经典轮廓，带点工具表的阳刚，但又不会太厚重，从原本的 40.5 毫米缩小到40毫米，表耳长度也从 47.6 毫米缩小到 46.6 毫米，厚度刚好控制在13毫米，比例上更收敛更利落。这对于手腕偏细的朋友来说是一个很合适的调整，整体拉丝处理得很干净，表面雾化的深度更明显一点，不会反光。在侧面轮廓上，壳体的中段更收敛，从某些角度看，视觉厚度更薄，
我觉得比较有感的是侧边的断刷，这一代的拉丝感觉更细致、更深一点，搭配倒角处的抛光，光影在转动时会闪一下、沉一下，呈现出一种内敛不浮夸的金属感。表耳处还是保留了钻孔设计，对于喜欢自己换表带的朋友来说非常实用。这也是 Seiko 潜水表一直让人爱不释手的小细节。表壳设计上最重要的是防水深度从200米增加到300米。对于每天佩戴这款手表的大多数人来说，这可能是毫无区别的，但这对于 Seiko 潜水表的专业声誉是很重要的。表冠比起之前多了一点凹陷设计，缩进表壳里面一点点，实际转动手感稳定，也不容易被碰撞到。视觉上让整只表感觉线条更干净，我自己是蛮喜欢这样的小调整，符合这系列的进化而非革命的调性。接下来是这次的升级中，我觉得最值得称赞的地方，就是这款3节式链带，链带明显变得更短、更灵活，从原本略粗壮的设计变成收敛的18毫米结构，折叠式的安全锁扣加上潜水延伸装置，表壳变得更加小巧，而且微调孔只有2段，我觉得调整自由度不太够，而且还是需要工具调整，这部分还可以更好。而特别版 SPB4550 另配有一条完全由回收塑胶瓶制成的编织表带，采用的日本自纽编织技法，这项技法来自于和服细腰绳的日本传统技法编织而成，它与一般编织结构有所不同，是 Seiko 专门研发制造，其拉伸强度几乎是一般 Seiko 织物表带的4倍，也具备了耐光性，能够抵抗紫外线所引起的劣化，因此即使身在水下也能安心使用。而防刮的硬涂层也是大大加分，不锈钢表壳和链带均采用 Seiko 专有的硬涂层，与未经处理的手表相比，它可以保持更长时间的完好无损。虽然它终究还是会留下刮痕，但这个过程会慢很多，不像传统拉丝面那种动不动就会产生刮痕。整体来说，外观部分的变化虽然都不算大，但每一项都算是有感升级。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面盘与表圈时，你就会发现 Seiko 这次其实非常的用心，它在设计语言上既保留了62 MAS 的经典感，也做出了不错的进化。先说表盘的色调跟质地，在弧形蓝宝石水晶镜面下， SBB453 采用的是雾面黑，而非亮面或有太阳纹的样式，这让它在强光下不会产生过度反射，看起来沉稳内敛。而 SPB451 的深蓝色太阳纹面盘，在角度变化之间会闪出细致的光感，是属于比较年轻活泼的风格。至于 SPB455 是灰色放射纹配上金色石标与指针，则有一种低调的复古贵气。你喜欢的是哪一款面盘配色呢？石标与指针的部分也能够感受到这一代的精进，是粗壮的棒状石标与渐行指针，配上大面积的 Lumibot 夜光涂料，即使在海里夜里也能一眼辨识时间。整个排列方式也维持对称感，因为这次最关键的调整就是把日期视窗从3点钟移到了4点半的位置。这个争议点，我想会有很多人直摇头，觉得不对称，破坏表盘平衡感。我原本也是4点半日期视窗的反对派，因为放在这里真的就像勉强挖一个洞。但我必须诚实的说，这一次 Seiko 做的真的不错，他用了一个圆角柔和的小小视窗，不打扰不抢戏，字体大小选用的刚刚好，而且背景颜色尽量配合表盘色调，不仔细看的话真的很容易忽略，达成整点时标的完整性，而非突兀的数字切口。这样一来，不但让视觉更完整，而让 Seiko 愿意调整位置的真正原因，就是为了更加符合 ISO 6425潜水表的标准。至于表圈的部分也让我很惊艳，采用的是经典的单向旋转铝质表圈，这点跟很多同价位采用陶瓷的表款相比，或许稍微传统，但是 Seiko 这次加入了雷射雕刻的刻度，配上底部精细的雾面处理过后，整体细节提升不少，每一个刻度都清楚利落，数字锐利分明，不会有毛边或模糊的状况。表圈的操作阻尼感也很实在，表圈的咔嗒声带有一定的阻力与定位感，
这是 Seiko 潜水表一直以来的强项之一。说到这次的核心机械升级，就不能不提到这颗最新的 6R55 自动机芯，首次出现在 Seiko Prospex 系列的珐琅与漆艺的表款中，那是非常讲究手工艺术的系列。Seiko 把这枚新机芯先放进这样的表款里，某种程度也透露了他们对 6R55 的信心。6R55 跟上一代 6R35 最大的差异，就是动力储存从70升级到整整3天，也就是72小时的动力储存。可以在牌面上看到 Automatic 3 Days 的文字，这点确实值得庆祝。毕竟表友们都等很久了，3日链的规格在现今的市场上，正好满足整个周末不代表周一上班再戴上的使用情境。这正也是我们越来越常见的穿戴习惯。但大家最在意的是这枚机芯的精准度。客气的 Seiko 官方标示为日误差-15到正25秒范围内。我查到一些实测数据，这表款实际放在计时机测量时，上满链大约-5秒，半链大约-12秒，到快没链则是慢-15.8秒。虽然这只是在标示内的范围内，但如果你是秒数控的话，你会觉得这还是有进步的空间。不过从稳定性来说，它的表现确实比过去的 6R35 更平均。6R55 的诞生让 Seiko 正式踏上3日链的主流道路，这不只是一次数据升级，更是一份有诚意的回应。表壳尺寸40毫米，标到标了 46.6 毫米，佩戴在我8英寸的望围上感觉稍微小了一点。我们都知道表款的数字规格是一回事，实际戴上手后又是另外一回事。尤其是这次在结构上的微调真的很有感。首先，表耳比前代更短、更内收，厚度13毫米，整体重心更贴近手腕，不会觉得太厚重，又不会翘起来卡在袖口，感觉扎实有存在感，却又非常的平衡。新版的链带也很聪明，每一节的长度都稍微的缩短，让整体的弧度变得更灵活，服帖感提升非常明显。整体比例与重量配置都刚刚好，而链结本身不仅变短变小，连接处的斜角打磨也更细致。当光影在腕尖上流动时，比起前代也显得更流畅、更有质感。表扣的部分也一并精致化，在视觉与操作上都带来升级。不论是日常休闲、户外活动，搭配衬衫，甚至滑进西装袖口，它都能自然的融入。此外，如果你是收藏控，或者是对复古细节特别有感的话，那么这次的纪念版镀金款也很值得一看。灰褐色的太阳纹盘面搭配镀金的细节，低调中带有复古氛围，不会过于夸张，但很有味道。虽然是纪念版，但它不是限量的，喜欢的话其实还是找得到的。像我这种喜欢稳重、低调、设计逻辑清新的表款，这就是适合每天都戴的那一只表。这3只表款在外形上没有什么浮夸的设计，也没有特别吸睛的亮色系，它不会是人群里最抢眼的存在，反而是越看越顺眼、越戴越有感的实用型潜水表。我真心觉得 Seiko 应该一直保留62 MAS 协同，无需太多变化，不追逐潮流来迎合市场的瞬息万变，只需默默存在着，进化得越来越好，成为 Seiko 里经典的62 MAS 衍生潜水表的最佳典范，它叫24 MAS。以上是对 Seiko Prospex 196 Heritage 潜水表的介绍。如果这支影片有帮助到你，记得按个赞，分享给你也喜欢腕表的朋友。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跟我分享你的想法，也别忘了订阅 Horse 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。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腕表会在这里等你。谢谢你的收看，我是 Horse， 愿上帝祝福你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